在时间与泥土的褶皱里，藏着东方酒魂的密码。这不是简单的粮食与水的相逢，而是千年教池的呼吸，匠人精神的温度，以及微生物群落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请跟随我的镜头，看一粒粒粮食如何穿越蒸煮、发酵、蒸馏的淬炼，在陶坛中沉淀出醇厚的东方味道。这里没有工业化的喧嚣，只有最本真的中国白酒酿造哲学，正在一赠一瓮间徐徐展开。真正酿酒的都离不了刀壳。我们蒸酒之前、蒸料之前，先把刀壳放到锅里蒸熟它，把刀壳里边这些杂陈去掉。这个空心的都是刀壳，这是刀壳。把它蒸熟了以后，你看着吗？里边是有空隙的嘛，然后让它去填充粮食和粮食之间透气的一个作用。这个是糯米，圆咕噜的，哎。要说我们西厂的都是大米，你像给这个样。它基本上都是粉碎的豌豆，你看我们主要成分都是高粱。白酒酿造有的只用单一粮食，有的则用多种粮食搭配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酿造原料里，就有9种粮食混合在一起，不同谷物风味交融，让酒体更醇厚，香气更加丰富。还有西厂的这个大米，酿造的粮食都在跟稻壳已经掺一块了。它掺在一起，这个蒸的过程当中，它不至于死板。粮食按比例破碎后，与稻壳充分搅拌，加入适当比例的水后，便开启了蒸煮的奇妙之旅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一系列神奇的反应悄然发生。淀粉在高温下膨胀糊化，被转化成酒精做好准备。蛋白质受热变性，释放出香味物质，为美酒增添醇厚的风味。每粒粮食都在蒸腾的热浪中苏醒，即将释放沉睡的能量。我们蒸锅的这个容器是枣木蒸锅。在现在酒厂普遍使用不锈钢蒸酒容器的当下，这家酒厂仍留着一口被誉为华夏第一枣木蒸锅的老物件。整口蒸锅由枣木打造，凭借这独特的材质，能将粮食香、酒香与枣木清香融合，为酒体增添别样的风味。蒸煮后的酒胚要和不同类型的酒曲充分混合。酒曲是酿酒的关键，本质上是将小麦等谷物粉碎后，通过自然接种的方式采集自然界中的微生物菌群。它能把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和酒精，还能赋予酒独特风味。浓香型酒要用中高温酒曲，清香型酒要用高温酒曲。不同酒曲里的微生物会赋予酒独特的风味。二者拌匀后就进入发酵阶段，至少堆积48小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微生物会把酒胚里的淀粉转化成酒精和香味物质，为美酒的诞生打下基础。酒胚与酒曲充分混合后，便开启了48小时的堆积发酵之旅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酒曲中的微生物如同蓄势待发的酿造先锋，虽在初期尚未全力释放能量，但已悄然构建起分解转化的基础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将逐步分解酒胚中的淀粉，持续生成酒精与丰富的香味物质，用一场静默却热烈的生物魔法，为美酒的醇厚风味铺就基石。掺好了以后，地表堆积48小时以后，再放到池子里进行第2次发酵。眼前这片窖池就是酒胚第2次发酵的地方。由于每池酒胚的入池时间不同，以及发酵时长要求不同，发酵进度也各有差异。此刻，部分窖池的酒胚已在微生物的精心雕琢下完成风味转化，已经开启窖池，带着醇厚酒香奔赴蒸馏环节。在酒胚入蒸锅前，要把上一轮的酒尾倒进蒸锅里。这些酒尾有丰富的香味物质和残留酒精，蒸馏时会和新的酒胚融合，让酒更香醇，还能提高出酒率。师傅打开了阀门，高温蒸汽瞬间穿透酒胚，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瞬间袅袅升起，白雾翻涌间酒香四溢，这是时光与匠心交织的馈赠。但此刻还需暂时按住这些可爱的蒸汽，酒胚尚未装填完毕，待一切就绪，再合上蒸锅，让这些携着酒精与香气的精灵顺着管道开启凝结成美酒的奇妙旅程。这边的窖池还在继续源源不断地挖出发酵好的酒胚。别看这些不起眼的酒胚，经过蒸馏后足足能酿出500斤美酒，刚好够一个蒸锅大显身手3次的。不能叫它漏气儿啊，也漏气儿。也漏气儿。底下是给你气儿上来的，不叫漏气儿，漏的气儿是酒。啊，我知道酒气。对。这就开始蒸馏了是吧？啊，对，稍微等等持久，等它进来。啊。由于酒精和芳香物质的沸点比较低，会率先被分离出来。此时蒸馏出的酒液中水分占比比较少，使得酒头的度数明显高于后续流出的酒。这是酒头，要单独放吗？得单独放啊。酒头需单独存放，后续会用作勾调或进一步处理，以确保成酒品质稳定、风味协调。待酒头流尽，晶莹酒液潺潺而出。这些曾在蒸锅中欢腾的气化小精灵，经冷却系统的淬炼，从氤氲蒸汽
蜕变为纯净干裂的琼浆。这一刻，那些在窖池黑暗中与微生物奋力博弈的粮食，终于完成生命的蜕变。所有的等待与酝酿，都在这滴滴美酒中找到了答案。蒸馏后期，低沸点的酒精几乎蒸完，高沸点的水和杂质成为主体。随着这些物质大量气化流出，酒尾的度数也随之明显降低。卤白色，它就不是一开始那个清澈透明了，略略微微有点这个颜色了。这个酒都是什么呢？低于30度的酒，要么我们都说是把上一锅蒸的酒直接再泼到上头去，让它2次蒸馏。要么都是我们把这些酒烧子干嘛呢？放到一边进行暴晒，进行储存。去稀释那些高度65度原酒放在稀释到40度。第一次发酵的酒胚已经可以进酒窖了。这一步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。酒窖选址时需考虑地下水位、通风条件，确保内部温度恒定，为微生物营造最佳生存环境。转移酒胚时，工人需要根据其发酵程度、含水量，精准分层堆叠，避免因堆积过密导致热量无法散发或过疏，影响发酵效率。发酵时温度把控至关重要，工人们需要实时监测酒胚温度，确保在合适节点封存。不同香型、不同酿造工艺对温度要求各异，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发酵效果与酒体风味。因此，每一次测温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这要注是小范围的。啊？我们知道不？啊？在这。酒尾，和泥酒尾，和泥得长酒尾。酒尾和泥。对。封酒窖的窖泥极为讲究。看似朴实的泥团，实则暗藏玄机。不同酒厂会根据自身工艺与风味需求，在以黄土为基底的基础上，再加入其他特制原料，更会融入独特秘方。这些独家配方的窖泥，不仅关乎密封性，更是微生物生长的关键，造就了各家白酒独一无二的风味密码。
酿酒发酵就像一场精准的时间游戏。刚封窖那几天，温度慢慢爬升，微生物在热身适应环境。到了中挺阶段，微生物活力拉满，全力将粮食转化成酒精和鲜味物质。在这期间，窖内温度恒定不变，为微生物创造绝佳工作环境。发酵后期的后缓落阶段，随着原料耗尽，微生物收工，温度逐渐下降，酒胚也在时光里酝酿出醇厚风味。待后缓落阶段结束，这饱含岁月沉淀的黄褐色酒胚便将出窖，迈向酿成美酒的最终征程。好，说过的弄好哦也把烟它不叫吐气儿多。哦，在万物追求新鲜的世界里，酒堪称异类。它打破时间越久越容易失味的常理，自诞生之日起，才真正踏上蜕变之旅。而这场风味升华离不开两大关键：一是陶缸这类会呼吸的容器，细微孔隙让酒在缓慢氧化中褪去辛辣；二是稳定静谧的存放环境，隔绝外界干扰，抵御温度骤变。唯有容器与环境相辅相成，酒液才能在岁月里沉淀出越发浓郁醇厚的韵味。瓶盖上那个日期，或者瓶身上日期，还是盒体上那个日期。酒厂负责人在介绍老酒的作用时，向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知识。要是家里真有10来年以前那个高度酒，相信咱不用管它，你把那瓶子酒兑上30斤、20斤，相同度数、相同香型的新酒，你叫它滴上10天半个月再喝，你那个老酒也不怎么淡了，你那个新酒也不怎么烈了。烟火人间，酒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。喜时，它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的酣畅；悲时，化作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叹息。古人借它挥毫泼墨，今人用它诉说衷肠。而中国白酒以独一无二的酒曲，催化神秘的发酵密码，陶缸里的时光魔法，酿出世界独一份的醇香。从一粒粮食到一坛佳酿，1000年工艺代代相传，每一滴都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文明的温度。这便是中国白酒的前世今生，饮的是酒，品的是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。